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3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5.33，收盘价是191.5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6.35，最低价是在190.6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并且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1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7 倍量缩。KD 值双线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缩小，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也在开始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突破中。然后当日这根 K 线啊，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是一路向下。那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股价的低位。那我们会看到它的，即使是收到低位啊，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同时也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成交量呢，当日呈现的是量缩。那出现了这样一个K 线呢，它是一个高位反转向下的一个走势，对，也就是这样一个 K 线，又是一个小的红 K。那如果日后没有多头力量的支撑呢，那是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也就是如果一旦出现大幅的下行呢，它有可能会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对，那么也就是183.67，对。那如果我们说在接下来交易日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对，而收在这个我们之前定义的这根红 K 最高，也就是193附近，对。当然，如果能够突破它呢，那我们说呢，将会确认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对。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95附近。然后第二个可能呢，是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会在182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在1月30日收盘价是在191.59，出现了一个我们应该称为叫小幅的反弹。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称作叫横盘向上呢？因为它的收盘价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超过了前高，并且也站上了5日均线值，所以呢，即使收在相对低的位置，我们也会把它称作反弹。那这样的一个反弹和我们预测的反弹195啊，收盘价点位虽然是相差较大，但是呢，走势和性质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它的最低价呢是在前面这根 K 线实体上沿附近，对。然后呢，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也站上了5日均线值。但
在性质上有一点不同的呢，就是我们预测股价如果是站上是收盘在195啊，也就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但实际只是出现反弹，并没有确认变盘向上。那么它的收盘价又收在了193的下方。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视讯对1月30日股价走势预测的一个回顾。那么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在我们视讯当中所有说到的突破的点位或者支撑的点位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目标位，例如比如说200关口是不是能够到达200关口，其实我们指的是收盘价能不能到达200关口。对，在 K 线技术当中，我们在提到点位的时候，都是指它的收盘价，而不是指在盘中的位置。对，例如这根 K 线，它并没有突破193，虽然在盘中是在193的上方，但是收盘价又收在了它的下方，所以呢，这根 K 线并没有实现一个对193的突破。对，那么我们继续延续这个例子向下说，那193实际上对日后它依然是压力位，但是呢，由于又有一根新的 K 线生成，那么会在之前这样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我们这个确定了193是一个目标，但是有一根新的 K 线出现之后呢，它的最高也就是196.35，又会加入到我们对下一根 K 线预测的一个就是对于下一个 K 线的预测，它又是一个新的信息。那么我们又要结合193和196.35去说，对。所以说，例如我们再延续说，例如在之后的一根 K 线，如果说站上了193，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我们认为将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但是股价能否反弹呢？继续反弹呢？我们还要再看接下来一根 K 线，因为前方还有一个新高，所以说在这个交易日31日，如果站上193，只能说是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而对于这根休息的 K 线，它并没有确认。那休息的 K 线，股价能否继续上涨，要看日后是否能够站上这根休息的 K 线。所以，我们每一个视讯当中，在解读 K 线信息的时候，除了要说之前的标志位，还要把新生成 K 线的一些信息加入，然后再对之后一根 K 线呢进行一个解说。好，这是我们做的一些补充说明。好，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继续来看，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目标。那由于我们会看到这两根 K 线组合之后是一个红 K， 这是绿 K， 实体的上沿高于这个红 K 实体的上沿，所以我们说这叫旭日东升。在下跌到低档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旭日东升的 K 线组合，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反弹或向上。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它确实出现了反弹。那这并不是我们预测的有多准，这是之前的技术人员的根据大量 K 线信息的总结而得出的一个经验。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频道视讯预测出来的。对，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反弹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我们把当日的这个分时图打开，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开盘的之后又遇到空头的力量，然后股价又在提升，然后最后是震荡下行，最后在午盘之后是出现了一个震荡，收在
191，也就是横盘向上的相对的一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说明上方一定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么多头呢没有继续上攻，而是守在了这个位置。对，好，当然，其实我们可以其实就是两个方向说。那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说有可能多头是没有发力，那还有一个可能是空头没有在当日继续向下的发力，就是说没有继续在有更大的卖盘出现，把股价压低，而是把它留在这儿。那是不是在日后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呢？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之后，在上方出现一个小的红 K， 通常在后续一根 K 线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对，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说了，那如果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呢，例如它很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但是我们还会观察到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会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跳空的低开盘有多头的力量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这个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啊，那它也很有可能会推动股价上行。对，所以说这个股价的走势不是由某个人预测出来的，它一定是由背后的一个大的资金量去决定的。那但是在我们这个视讯当中呢，我们会通常我们的网友会留言说，你把上行和下行都说了，那这个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走势啊？对你把这个理由都占齐了。那实际上我们想说，我们会给出上行和下行的数据，还有一个我们通过数据也会给出为什么会上行，为什么会下行。对，我们要解读这个 K 线信息。还有一个就是股价的一个趋势，我们会依据它去确定这些目标来说，股价的一个走势。对，实际股价真正的走势，它是取决于背后的一个大的资金量的。对，好，那但是我们这个视讯当中，在最后是会给出主观的判断的，也就是我们这个频道依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水平，根据我们自己去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会给出个人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例如，我们会今天我们就会判断有下行有上行，但是我们虽然给出2个可能，我们都会给出条件的，也就是说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还有就是说我们不但会给出预测的点位，我们还会给出下一根 K 线的走势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正例如在1月30日这根 K 线，我们预测的是反弹会收盘在135，但是实际是收盘在191.59。那我们刚刚在回顾的时候，我们说了，它和我们预测的点位虽然是相差较大，性质是相同，走势相同。那在这里说的走势的相同，就是当日 K 线的最低和我们预测的这个K 线的最低啊，是相接近的。对，我们预测最低是在189附近，实际是在191附近。对，也就是在这个绿 K 实体50%或者说是1/3的上方。对，所以我们说走势基本相同，我们指的是最低是相同。那最高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判断的195呢是当股价要到达199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在195，而实际我们会看到股价根本就没有到达200关口的这个压力位，而是在这个缺口的1/4或者1/3处就遇到了压力，所以它没有收在195，而是收在了低位。对，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势基本相同，是根据最低价和最高价来说的。还有就是性质，性质就是说我们会判断这个收盘价，是否超过前高，还有就是它和5日均线值的关系。那么195，我们会看到它是站上了前高，也在这个5日均线值的上方，和目前的收盘价是一致的。所以它的性质是相同的，但是唯一的不同是它并没有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所以我们只能称为它是基本相同，而不是完全相同。好，那在这里呢，我想把借着就是因为在前一期视讯有一个网友留言，其实之前有很多网友留言，我想再把这个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提供给大家，就是我们是怎样去做的，或者我们是怎样判断的，但是呢，我还想要补充说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讯啊，其实它是提供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啊，怎么使用是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叫做资金量或者自己的一个承担风险的能力。那去使用。其实，我个人在例如我每天去说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其实是从2021年的12月9日开始的，到现在，我记得在这2年当中，我只断更过一个交易日，就是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一次。对，就是实际上我每天也在看 K 线，也在解读它，也在说它。那从我个人来说，就是其实我只是制造了这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怎样使用啊，其实真的是有待于更多的网友去开发和利用的。对，当然我也想提升我自己的这个技术的能力，能够把这个工具啊。就是提供的更全面，让网友能够看到，哎，他可能看到这个视频，哎，他可能是一个小的工具或者一个小的参考，对，好，所以哎，这是我对正好是对这个视讯节目的一个叫做说明吧，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我们先来说下行，因为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说出现这样的高位出现小红 K 是很容易尤其是价涨量缩，它会很容易出现一个下行的。那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对于1月3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0。对，那180呢？在之前一期视讯，我们是把它定义为中间目标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它定义成一个目标了。对，因为股价现在出现了反弹，那么180对于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是前低，所以说它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跌破它就是再次出现低底低，继续沿着这个空头趋势去向下。对，那180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认为股价的目标，我们说的是目标，一定是要测试152的。目标是152，不一定是能到达152，因为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延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我们再向前看，它一定是起涨的 K 线，就是2023年4月27日。所以从这个位置继续维持空头趋势，那跌破它一定是152。对，实际上目前也是152。好，那152将是第二个目标，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那152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下方一定是101.81这个位置。我们
之前定义的是102，取的整数。好，那我们说股价一旦出现下行呢，说在到达180之前的支撑在哪呢？在哪里呢？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7到188。那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跳空的低开盘呢？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夜盘的时间，目前的股价是186.35，在这个位置。对，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大幅低开盘，股价出现反弹，5日均线值很有可能会成为压力，然后再有空头力量进入，一定会推动股价下行。但是下方我们认为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83.67到180，这是一个强支撑。对，这个区域是强支撑，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而是这是重要标志，一旦被跌破，那么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好，那我们下行的3个目标是180、152，然后102。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说股价有没有上行的可能呢？那对于目前这个股价的收盘价的位置呢，我们认为股价能否继续反弹，一定要看上方是这个196.35，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那股价站上它才能够继续反弹。那么目标我们依然设立这个中间目标，就是200关口。对，那在股价想要到达200关口之前，首先要到达，也就是站上196.35。那么在这之前，193依然是一个压力位。对，好，那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关口，然后之前的压力位196、193。那再向上的第二个目标呢，我们说就是223。那股价目前如果继续上行反弹，如果能站上223呢，才能够瓦解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股价才有可能转多头的一个可能。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如果能够到达223实际上也就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是有转多的可能的，因为空头趋势当中反弹的时候，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股价将会转为短期的多头而继续向上。好，那在这个223之上就是241、265。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和上行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盘中。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视讯我们给出的是193，那么在1月31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188，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到188。好，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那在1月31日。如果在盘中股价能够在18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甚至是收高。对，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尤其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那么股价不能够在盘中不能够回到188的上方，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收低。好，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1月29日收盘价是在191.48这个位置，我们给出了进场抢反弹的建议，是5%进场。然后呢，
获利的目标我们给出的是198到199。那么在1月30日，股价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那也很有可能呢，就是说在盘中在195，在这个位置也很有可能会获利出场。对，那我们如果没有出场呢，我们说这个5%的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继续持有，我们之前给出的是1月30日，我们止损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和下方的180。那么到了1月30日收盘价这个位置，虽然是收盘价站上前高，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但是成交量缩，而且是一个高位，在盘中是一路向下的这样一个走势生成的小的红 K， 所以在这个位置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也不可以进场的。所以这5%的强反弹的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依然持有的。到1月31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183和180，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去守这2个止损位。对，获利目标不变，依然是198到199之间。当然，股价到达这个地方，如果说不想获利出场，等待做多还是看多，可以继续持有。对，我们再依据后续生成的 K 线再来讨论是否加仓或者是减仓。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1月31日开盘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头的进入，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80。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200关口。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认为依然是193，是这根红 K 的最高。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是从196到207，其中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会在198到199，也就是在200关口附近。其实这个压力区间当中的200关口是一个强压力。好，这是第二个压力。第三个压力位，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15附近。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23。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8到187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183到180。对，第三个支撑是下方163，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缺口。对，然后第四个支撑是152，在这个地方。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也就是这是我们依据之前信息的判断之后，我们给出的主观的判断。对，好，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如果是这样下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1，在这个位置，也就跳空之后会回补这个缺口，
到达191，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185，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88附近，也就是很有可能，虽然是下行呢，很有可能会继续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行的可能，它的条件呢，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另外一个点位呢，我们说同样的走势也是我们说应该是跳空的低开盘。走势略有不同，一定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8，也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最高到达188，最低下方会到达181，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大幅的跳空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大幅的下行。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那如果出现横盘向上，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88，或者叫回踩到188，也就是5日均线值会成为支撑，然后推动股价会上行，最高会到达195，然后收盘会收在192.5附近，对，出现横盘向上。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